怎么样？你招不招？无罪可招。好啊！谁敢伤我龙毅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谁敢伤及皇上的骨肉？你有了？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鲍世成。进宫时，鲍世成清楚地记录了我受皇上宠幸与月事的时日。我受宠至今，一直没有月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那也不一定有孕呢。你就敢肯定我没有身孕吗？皇上仍无子嗣，若我腹中真有孩子，而又因受刑伤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灭族之祸？确实是1个月都不到。哼，这个低贱的歌姬，竟敢用肚子来护身，那樊娘也真是没用，吓得不敢用刑。哼，我偏要对着她的肚子踢打鞭烙，看是肚子能护住她，还是她能护住肚子。娇儿，别生气，你坐下，坐下呀。一切都记录在案，你现在去动了他，万一出了事，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就差这几天了，你暂且忍一忍。我相信他也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就让他多逍遥几天吧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什么？缓兵之计倒还好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那我怎么当这个皇后啊？要是她没身孕，死罪肯定逃不了。如果真的有了，我要让她死得更惨，但是不能死在掖庭啊！跟你脱了关系之后，哼，我保证要让她尸首无存。朕离宫之后，你万事要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宫廷险恶多诡，今日荣耀不保证明日安然。除非你有皇子，或许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如一，进来吧。日子到了。知不知是你的吉日，还是你的忌日？如一，有劳你给她把把脉，好看她怀了没。不用了。难道月事来了？这个来了，那龙种岂不就是没了吗？啊？参见皇后。奴婢卫子夫参见皇后、窦太主。卫子夫，你杀人这个案件早已呈给本皇后，你可知道本皇后为什么现在才审判？就是因为你曾受圣宠，只盼你能为皇室延年子嗣。说不定添个一男半女，不只能抵其罪，更能立下大功一件。可惜没有。既然你没有龙胎保护，樊娘，杀人之罪应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那就拖出去斩。慢着！杀人之罪可有证据？犯人僭越犟嘴，斩首之前先掌嘴50，杖打100，拉出去。且慢！参见皇主。
皇后金安，姑母万安。我正在审讯犯人，姐姐来所为何事？臣就是知道皇后要判处犯人，才赶来阻止。我尊重公主，乃皇上亲姐，叫你一声姐姐。可是公主也该尊重我，乃皇后，后宫之首。后宫之事，是非对错由我定夺；后宫之人，生死荣衰由我旨意。岂是公主你能阻的？把卫子夫拉下去，先用刑，然后斩。诺，不能斩。谁敢不听令？皇上，后宫之事，臣自不敢干预。但皇后刚才也说了，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事关弟弟家人的生死，身为姐姐，当然要通知皇上。也许是天意，皇上本已启程前往上郡，竟然让平阳府信使赶上报讯。如今皇上已在回宫路上，并传来手谕。朕公务在身，司挂家眷，却经闻后宫凶案，痛心疾首，问及其详，疑处重重，唯恐其中有诈，着令囚疑犯卫子夫于报室，待朕回宫细审论刑。若有私自用刑者，以为止犯上论。钦此。谢皇上，遵旨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臣妾分内之事，陛下干涉，既与理不合，也致臣妾颜面威严于无存。今后臣妾如何统帅后宫？还请陛下让臣妾主理此事。朕无意干涉后宫之事，但牵涉人命，事关重大，朕也想了解是非对错，不想朕的皇宫徒添冤魂。冤魂已天，是非已明。杀人偿命，就是给冤死者还以公道。既说杀人，有何理据？瑞姬殿内只有卫姬一人，膳食由叶廷思膳房供应，二人同吃，却只有瑞姬中毒，分明就是卫姬下毒杀人。皇后亲睹卫姬下毒吗？即使没有，那他人也无下毒的机会。又有宫人守卫亲毒吗？既说二人独处，又何来目击者？那在卫姬身上搜到毒药了吗？毒药已下，又从何处搜寻？卫姬身处深宫，找到给她毒药的铜矛没有？或是卫姬进宫之前早已备好毒药，并无接应？或是，那卫姬是否供出杀人缘由？可能受不了瑞姬严厉教导。杀人泄愤，以逼劳苦。可能。皇后要朕让你掌六宫，断生死，你知人死罪的理由只是单凭揣测，这不是太胡闹了？既无实据，又无人证，更无杀人动机，就此定罪，简直荒唐。瑞姬之死，交廷尉重新调查，卫姬无罪释放。谢皇上。若是哀家不准放，又当如何？太皇太后金安。
太皇太后金安。陛下，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祖母何以纡尊到此？哀家知道皇帝和皇后在审理后宫凶案，哀家怕有偏颇，所以特来看看。魏姬杀人只是片面之词，并无杀人动机或人证物证，故孙儿将其释放。魏姬之死，交廷尉调查。母后，陛下，我有人证，可凭据皆动机。那就宣证人吧。奴婢小倩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。年礼了，待会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诺。小倩，魏姬如何对待瑞姬？快讲出你所知所闻。禀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，奴婢每日送饭时与瑞姬和魏姬，常闻魏姬埋怨照顾瑞姬辛苦，更恨瑞姬偶尔发狂，让其身心受伤。不，闭嘴！奴婢没有撒谎，这是瑞姬所咬。魏姬曾说，恐怕不知何时会再受瑞姬痛打，深恐性命堪虞，为求自保，得先下手为强。小倩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诬陷我？子夫，对不起，但在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面前，我不得不说实话。不，我你还说，反正瑞姬狂癫吓人，她死了也没有人疼惜，到时候定能脱罪。你撒谎，我没有说过。既然人证动机都在，就按罪处死吧。来人，在。你受谁指使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从没有伤害瑞姬之心，更遑论受人指使。但如今有人证说你意图杀人，是证人说谎。奴婢虽曾被瑞姬所伤，但她是无心的，奴婢从来没有记恨过她。陛下，这案件已经一目了然，而且太皇太后已经定夺，何必再给凶徒机会呢？姑母，所谓魏姬杀人，而断案所依的人证动机，只单凭宫女小倩一人之词，这当中疑点重重。若是魏姬下毒，到底毒从何来？陛下英明，魏姬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的佳人子，怎么可能胆大包天，藏毒宫中，甚至带毒在身？若小倩所言属实，魏姬是因为不堪折磨而毒杀瑞姬，以求自保，那么毒杀就不是预谋。若是如此，魏姬难道一直藏毒在身？那她的目的何在？陛下，可见他居心叵测。他本来不只要对付瑞姬一人，可能还有其他不轨意图呢。那干脆尽早下令将他处死。看来皇后也认为此事所牵扯的不只是老宫人被杀，而是另有玄机，那就更不能就此结案，非严加细查不可。陛下，臣总觉得还有些疑处，也许当中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。朕不查个真相大白，绝不罢休。陛下，一个奸险女子私带毒物入宫，有害人之意也好，有自保之心也罢，反正她用毒杀人就应该伏法。哼，所谓阴谋，不过只是猜测而已呀。就算真的要查，也未必能查得出来呀。这阴谋怎算似是而非？朕目下就有可疑之人，能指使他人替之卖命，能利用宫里人脉，在后宫覆手翻云。此人，或是你。平阳公主。当日是你献魏姬进宫，如今朕
这乱局岂会与你平阳侯府毫无瓜葛？陛下，我与你自小亲厚，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愧。当日为于帝皇进献慰藉，只是希望能替陛下分忧解愁。不料这一片冰心，到如今却成了蛇蝎心肠。陛下尽管查，不查清楚，我绝不会罢休。我倒要看看能查出我平阳公主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好，若查出有什么来，即使是至亲，朕也必严惩。要不然就愧对祖父祖母了。彻儿，你为了查究这宗案子，把你亲姐姐都牵扯进去了，甚至连你的祖母和祖父都搬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祖母，孙儿知道这瑞姬曾是祖母侍女。祖母此番亲来庭审，足见主仆情深，必不想瑞姬死得不明不白。孙儿为了祖母后代下人的情分，还有祖母的名声，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好，就依你。谢祖母。母后，祖母，哀家给你5天时间。等候，臣在。立刻将魏姬、樊娘、小妾一并带去非常殿。诺。祖母，我乃6宫之首，此案的犯人与证人理应交由我来管。祖母，此案非比寻常，未必只涉后宫，可能牵连朝廷。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大家都别争了，全由哀家来看管。樊娘和小妾暂时安置于长信殿配殿，平阳府有关人等留居皇太后的长秋殿中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至于魏姬，将她单独囚于望星阁。彻儿，5天期限之内，哀家必保她安然无恙。要是你能证明与她无关，哀家马上将她释放；否则，哀家就以她的人头祭奠瑞姬。太皇太后金安。这鱼呀，尚且通情达理，知道饿死了会让主人不高兴，所以饱食3餐。可有些人却有时不食，无中生事，是存心跟哀家作对吗？你是有意弄出性命之忧，让哀家失信于皇帝，还是害了人心有余悸而食欲不振呢？禀太皇太后，奴婢这2日来只饮不食，不是存心与太皇太后作对，而是想以此对瑞姬尽哀悼之思。这话倒新鲜，谁听了都觉得稀奇。这样的谎话，你以为哀家听了会相信吗？请太皇太后明鉴，奴婢未曾说谎，万物有情，连鱼儿也懂得体念主人心。更何况，奴婢跟瑞姬相处多日，自然是有情分的。他不是曾经癫狂发作，伤了你吗？过来，让哀家摸摸那伤口。哎呦，咬得很深呐，这罪不好受吧？要说为此把他杀了，哀家信；要说跟他有情谊，为他哀悼，哀家不信。瑞姬伤我只因病发，我并没有害她的道理啊。你是太过纯真善良，还是太过诡计多端？
故作矫情，想撇清罪责呢？奴婢的确没有杀他，除了病发的时候，瑞基一直待奴婢很好，宫中规矩礼仪，他也是知无不言。在我眼中，他是可怜，但更可敬。可敬？如何可敬啊？他虽知自己身在冷宫，但只要一清醒，就会把自己梳理整齐，施上脂粉，插上他真爱的双蝶步摇，把自己有伤疤的脚包裹好，总不失他作为一个佳人子的身份。瑞基力求端庄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只管尽心尽意做好本分。他教奴婢的第一样公规，就是分尊卑，忠心事主。够了！他可曾向你提起他忠心事主的下场？我不要滑胎！就让你滑胎！我不要！瑞基要是不忿于自己的下场，就不会教奴婢忠心二字。他可有说怨恨过谁？给我放开！我不要！我的孩子！死前又是否有遗恨？怨恨何人？遗恨何事？瑞基从未明说，奴婢也不想知晓。他只曾经低叹：一入宫门重重深，身不由己事事哀。重重深，事事哀。那你呢？可有感同身受？奴婢从小所学是随事随在，安之乐之，是心善至坚，与人和乐，还有笑着日子容易过。好，哀家会将你的善事改为斋饭，让你继续哀悼他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奴婢斗胆，求太皇太后赐我织机丝线。听说你之前已经向宫婢要了绢布针线，缝制绢花，得以解闷儿，现在又要织机。奴婢缝制绢花，只为装饰瑞基棺木。今日亲见太皇太后，奴婢就在斗胆恳求，得织机丝线，织出3尺赤绫，为其遮蔽足上伤疤，让他稍补遗憾，安心而去。过来。美则美矣，不料还如此善解人意，难怪连皇帝都为了你神魂颠倒，失了分寸。当年皇上最疼爱我，在我狱卒细嫩纤幼，脚上有那疤痕，就再无颜面见皇上。哦，这是桂花粉，干花研成的，该不会跟瑞基的食物相冲吧？
香。这个小的也不敢肯定。这是厨工董鱼用来制作调味香料的材料。董鱼，他喜欢用干花、香草研磨出特别的味道。他略懂医理，从未出事。哪个是董鱼？叫他出来问话。哦，董鱼前些日子回乡探亲去了。死了。臣追查到那厨工董鱼在宫外的住处，岂料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人人都说那口井常出意外，也曾经有人失足跌下淹死。这么巧合，你相信吗？臣不信，这事董鱼一定脱不了关系。臣依他的背景，又追查出当中的人脉端倪，只可惜，这些都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。你肯定那天香有问题？臣曾戍守西北，知这香液从西域传来，性极寒，老弱者不宜服用。若瑞姬常年喝用甘草研配的汤药，再加上这个二者相冲，出事的几率会很大。可惜，这只是你在边关的见闻，不能做理据，更难以让众人信服。厨工虽然见过董鱼用天香混在瑞姬的食物中做调味，但却说不清楚其中的分量。即便现在传御医钻研，也需时才能断定瑞姬是否因这两种食物相冲而致死。可我们只剩1日不到。陛下现在所查到的都虚实考证，等不及呀。看来也只有最后一波了。什么？皇上要来？刚刚收到通传，应该已经快到了，明天就断案了。他现在过来，不会是查出什么东西了吧？参见陛下。快起来，起来。皇后用膳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那就一起用膳吧。你看，朕给你带了些南方的点心瓜果，全是快马连夜送来，特意带给皇后尝尝鲜。谢陛下。哎，皇后不必拘礼。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诺。皇后，朕初登大同，想有些作为，要兼顾的事情多，也许你会觉得朕冷待了你。这些臣妾都明白，陛下放心，臣妾没有任何怨言。皇后深明大义，朕就无后顾之忧了。陛下，我们两个从小就相识，常玩在一起。感情亲厚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像这样分享美味的。这种感情岂会轻易受到影响呢？皇后，你放宽心，不管如何，你都是朕的皇后。听到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好开心啊！那就好，皇后谨记此话。就忘了之前的风风雨雨吧，像从前般彼此信任，别再与后宫的其他嫔妃计较纠缠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瑞姬死因一事，经朕连日调查，最可能是食物相冲中毒而致，这大多属于意外，跟魏姬无关。是吗？此事疑点重重。未必真的就是毒杀，何必错判伤人命？不如皇上好久没有这样温柔对臣妾了，臣妾本应该高兴。祖母素来最宠爱你，若是你能亲自向他老人家说清楚事情始末，将这场风波平息，朕定会感激你。以后大家琴瑟和谐，感情更深厚。你我的感情不是从小就开始的吗？为什么要我帮了他，才会更深厚？祖母的意思，臣妾不敢忤逆。
危机杀的可是祖母的故人呢。不知皇后是不敢忤逆，还是一心要铲除魏姬，不惜伤及无辜？无辜？如果是无辜，那皇上这些日子以来应该查得很清楚了吧？无需婉言吝啬，要臣妾去说情。自从夫君登基以来，你有几次这样温柔细语过？现在却是为了别人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你我之间这点情分，凭你作为大汉皇后该有的气度，就凭陛下一句大汉皇后，臣妾更不能徇私。好一个不能徇私！朕明白了。回禀陛下，太皇太后说要歇息了，请陛下明日再来。回去再传，说朕有急事商状。诺。皇上说有急事，非要见太皇太后不可。才听关陶说，皇帝为了那魏姬去求娇儿，现在可好，求不到娇儿，又来求哀家了。你去跟皇帝说，哀家身子不适，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诺。你有没有说清楚朕有急事？奴婢说了，可是太皇太后凤体为和，下令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绝不可打扰。是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段宏，臣在。你刚才不是回报，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樊娘就是毒杀瑞姬的主谋吗？正是。你马上去捉拿樊娘。诺。秋萍，给朕的禁卫引路。陛下恕罪，太皇太后有命，没他同意，任何人不可骚扰樊娘和小倩2个证人。此一时彼一时。现在太皇太后凤体为和，毕竟说了绝不可打扰，朕又不能不秉公办案，那就只有先审后奏了。你快起来引路，让犯人有机可逃。诺。秋萍，找我有事吗？樊娘，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与瑞姬被杀一案有关。现在带你去见皇上。你别乱说，有什么证据？你认识这个吗？这些就是在叶婷你的房间里找到的。你就是用这个天香害死了瑞姬。怎么可能？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哼，在我的房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是吗？你的叔父曾当过御医，并随军在边关多年，你不会连天香都不认识吗？那又怎样？那是我叔父，而且他已经死了3年了。你曾替你的叔父抄写遗书，应该不会不知道天香与甘草相冲，合用成毒。你就是利用这点来毒害瑞姬，并加害魏姬。全是臆测，根本没有凭证。要我带董瑜来跟你对质吗？什么董瑜？我根本不认识。那你为何出入他的房间？你的发钗为何在他房内出现？这钗子根本不是我的。你伪造证据，含血喷人。来人，证据确凿。你带走。诺。皇上真要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太皇太后让我和小倩留在这长信殿，就是怕我们被冤枉。太皇太后英明，一旦知道你借用董瑜之手害死瑞姬，必定不会轻饶。求太皇太后为我们做主。太皇太后，仆射大人，你虽受皇命，但人在长信殿，
你们要有真凭实据才好，要不然，即使皇上也难向太皇太后交代。董瑜已经亲口承认罪状，说樊娘就是主谋，全都是说谎。董瑜已经死了，人证物证都是他编造的。你不是说你不认识董瑜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带走！诺。娇儿，今日天朗气清，正适合送那女人上路，消你屈辱，解你怒气。哎呀，这几日真是太漫长了，多一刻我都等不了了。放心吧，皇上查了好几日都没查出什么事，而且还特意去找你求情。哼，那个贱人魏姬肯定活不过今日，你就安心的等着看好戏吧。太皇太后驾到！祖母，孙儿来给你请早安了。母后金安。都起来吧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陛下一早来到长信殿，想必是为了魏姬，来向祖母求情的吧？太皇太后守正不阿，言出如山。魏姬若不是凶手，祖母定不会为难；要是凶手，自当从严惩治。彻儿，反正真相已明，就结案吧。诺。本皇，带上来。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，犯人已带到。奴婢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、皇后。你二人如何令瑞姬中毒，又嫁祸于魏姬的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只是听从樊娘吩咐，拿膳食给瑞姬，趁机与魏姬攀谈，套取消息，并不知食物中有毒。不知道？你先前陷害魏姬杀人的时候，还振振有词。奴婢只是怕受牵连，听从樊娘，把罪责全部推给魏姬。毒杀与嫁祸之事，奴婢真的全不知情啊！樊娘，小倩所说，是否属实？是。奴婢知道，瑞姬常饮甘草汤，柚枝甘草与西域的香料天香相冲，老弱者若是多用，会中毒伤及内腑，所以奴婢与厨工董瑜合谋，在其菜肴当中加入天香，再命小倩去送饭。你为何这么做？是受人指使吗？樊娘，你故意令瑞姬中毒身亡，必死无疑。你若坦诚交代幕后主使，太皇太后或能留你一个全尸，而且不会连累你家中大小。无人指使，都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你跟瑞姬何来深仇大恨？要置她于死地，还是在替谁顶罪？奴婢服侍瑞姬多年，深受其狂癫的折磨和虐待，奴婢一直怀恨在心，早就想杀了她复仇。既然怀恨多年，为何到现在？皇帝，主谋既已招供，来人，在，把犯人押下去待斩。诺。太皇太后饶命！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太皇太后饶命啊！太皇太后，孙儿觉得此事让皇帝累苦了。查案之余，又到交房殿套情做戏，再到长信殿等候半天，千辛万苦等哀家一句绝不可打扰，好让你的臣子盘问证人，皇帝也够费心的了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彻儿，你去把你姐姐给放了，还有把魏姬带走。谢宗母。
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这几日委屈你了。太皇太后照顾周到，并无委屈。奴婢心静如常，深信陛下会救子父。只怕陛下因此奔波劳累了。朕不累，多亏有皇姐和段仆爷替朕奔走调查。段大哥，谢谢你。为陛下分忧解难，是臣分内之事。有段大哥的帮助，更有陛下的信任与维护，是奴婢的福气。其实当时线索全多，朕也没有把握，所以只能与段宏演2场戏，赌一把。要是赌输了，你会怨朕吗？陛下是天子，若天子也无能为力，便是天意如此。奴婢不会怨，也请陛下万勿自责。位极人善天不欺，上苍绝不会让善人蒙此大冤。段宏说的对，朕也相信上天将你赐予朕，便不会轻易的夺走。陛下，子夫，我们一直都担心你呢，害怕你回不来呢。现在平安无事就好了。姐姐，这些日子，姐姐受惊了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却未能帮你做什么。怎么说这种话？你为我奔走，还私自出宫去平阳侯府，还因此为我受罚。只是罚操练罢了，比我平日跟段大哥练武比剑轻松多了。皇上知你这次是因为担心姐姐，已经通知了建章宫监，你回去后不用再受罚，还特赐你宗籍，可以出入各宫。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当值的闲暇期间，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姐姐。真的？姐姐，见到皇上一定要谢恩。哎，行了，事情既已解决，公主想多留些日子，那我先离宫吧。常总管，收拾一切，回侯府。诺。子夫再谢公主与君侯的救命之恩。不用再谢了，起来吧。你如今是皇上的嫔妃，已不是下人，务须行此大礼。你以后啊，好好侍奉皇上，啊，不要再给我们添烦添忧，就算是报答我们了。谢君侯。谢君侯。你与那厨工董瑜暗存私情，还生下了私生子董永。多年来，我对这件事情睁只眼闭只眼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窦太主事知我忠心，事事顾虑周全，可做犬马。我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，如果你办得妥妥当当，你这件事我不但会继续为你守口如瓶，还可以为你那多病的儿子寻药治病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用再为那虚弱的孩子发愁了。奴婢静听窦太主吩咐。董瑜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听我说嘛，就算皇上亲自来查，也查不到你这儿啊！为了孩子，你别管我，这件事情迟早会被查出来的，查到我这儿就断了线索，你和儿子就安全了。樊娘为了保住孩子，承担一切，也算是个慈母。但可惜她的孩子已经无福消受了。什么？2日前那药送到之时，那孩子已经病死了。那樊娘知道吗？哼，如果她知道，还能心甘情愿独揽罪责吗？不过我也算是成全她了。如今她和她儿子可以在黄泉路上作伴，也可以与董瑜相逢。哼，也算一家团圆了。
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都下去吧。诺。皇后没事吧？臣妾没事，臣妾只是想为陛下做些糕点，采花时不慎扭伤了腰。不过只要陛下喜欢，臣妾便甘之如饴。皇后不要总在朕的面前扭捏作态。这要是真的，是装得很真，是掩饰害人而心存不安吧？陛下此话何解？是说娇儿在骗你，是装病扮伤。皇后，你心知肚明。陛下如今有了新人，把旧人抛弃不理，还随意出口伤人，真是本性难移。皇后勿需在此又哭又闹，要留住夫君的心，就不该伤夫君的人。那是母后给你的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理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够了没有？你不要一时哭闹，一时要寻死的，闹得后宫没有半颗安宁。不要！皇后，来人！陛下。传御医，快！诺。娇儿，陛下终于肯认真看我了。娇儿，怎么样了？子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母亲已经在外面打听了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皇后出了这种事，你叫我怎么吃得下啊？你着急也没有用啊。喜娘，怎么样了？还昏迷着没醒呢。那个太医令几乎把所有的御医都领了去。我听公主吩咐，一直在门口待着。只见那些侍女跟御医们不停地进进出出。哎呀，他们手里的布条上全都是血，吓死人了。母亲，这事儿皆因我而起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就是啊，那是他自作自受，拢不住皇上的心。我说错了吗？老实说，假如他真有不测，那也是上天怜悯你。你之前受了那么多苦，又被他冤枉，以后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喜娘，怎么能这么说？皇后就是皇后，她一旦出事，后宫必定大乱。我也只是心疼你。我知道，唉，也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应对。皇上现在肯定比任何人都难受，我只是担心皇上会背上贪新忘旧、无情无义的骂名。陛下放心，皇后虽受外伤失血，可没有伤及内腑，应无大碍。只是腰伤可能需要调养一阵子。腰伤？皇后前不久去采花做糕点，伤了腰。原来她真的是为朕受了伤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彻儿，娇儿她怎么样了？母后，姑母，你们放心吧，已经拔簪止血，太医救治的及时，娇儿已无大碍，应该很快就能醒来。太医令，快去给皇后备药，以作调理。诺。皇后已然无大碍，姑母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们进去看看她吧。怎么能不担心？平阳公主，你教我如何下笔修书回封地，告知唐义侯他女儿现在的惨状。姑母言重了，只不过是两夫妻一时争拗而已。
若非平阳公主当日献美，又焉有今日之乱呢？姐姐，我们先去看看娇儿吧。好一句娇儿！姑母，今日这情况，全因彻儿之故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怎敢怪罪他人？更不敢怪罪于陛下。为何人家说我家娇儿住金屋，我就会深信不疑，以为我女儿从此可以安枕无忧？本公主就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却亲手将她往火坑里推，我好狠啊！姑母，你放心，朕说过会好好待她，就绝不食言。皇后与朕之间，只是一时有所误会。是我娇儿不好，误会了陛下。幸好娇儿向来都心系陛下，只要陛下一句话，什么误会都可以冰释。只是如果今日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只怕越传越大，到时候世人会把陛下说成是一个无情、忘恩、不守信义之辈。身为皇后的母亲，陛下的姑母，我不得不替陛下担心。桀纣无道，始于荒淫。即使本公主不敢将陛下与这等昏君并论，可是太皇太后向来对帝德都是要求甚严，只怕东宫震怒啊！参见皇太后、皇上，太皇太后有旨，请皇上即往长信殿一趟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哼，儿孙不和，后宫不宁，叫哀家怎么能安呢？祖母，皇后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来。那算是雨过天晴吗？一切就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吗？都下去吧。诺。彻儿，坐吧。诺。彻儿，你知道，纵使你妃妾众多，也只有一人是你行过6礼娶过来的正妻吗？孙儿清楚明白皇后的身份，会谨记尊重皇后。夏桀商纣的教训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你甘心担起这宠妃妾、伤国母、无情无义的千秋骂名吗？祖母言重了。一家之主，尚且责有千金，何况一国之君？彻儿，你觉得这株蕙兰如何？这花开得绚烂饱满。的确是，但它与主株争养分，害其他花苞枯萎，留不得它。祖母，错不在旁枝侧叶，要怪就怪孙儿年少轻狂。魏姬是孙儿亲自带进宫里的，孙儿也曾对她许诺，若任意除去，同是无情无义。你是说皇祖母要陷你于无义？孙儿不敢。你的孝到哪里去了？庄敬持重哪里去了？你现在跟哀家说你年少轻狂，请皇祖母息怒。逼得皇后伤心自尽，全是孙儿的错。骂上一句无情无义，一时无法争辩。可是孙儿从来不曾无视对祖母的孝道，只因一时激动，失了方寸。你是方寸，你不是一时了。从他上衣承宠，你把他带进宫来，就已经屡失方寸。区区一个民女，竟让大汉天子失去了方寸，不是更该杀吗？祖母要杀人，只要一句话，必然人头落地。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可是杀人也得有依据，不然就是滥杀。祖母是滥杀之人吗？事情的始末，祖母是最清楚的。魏姬之死并非她的错，
皇后不敢冷待自尽，也不是她的错。若要为姬为他人的错而受罪受死，那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这女子蕙质兰心，哀家也舍不得，却不得不为大局着想。你可知道诸王来朝，天灾民困，国事多磨，皇帝却为后宫一个没名没分的佳人子劳心护航，输了政事，弄得后宫不宁，朝臣离心，这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彻儿，现在正是需要天下归心、一呼百应的时候，别为小小家事而贻笑诸王宗亲，有负天下百姓。祖母，孙儿明白，今年各处饥荒，灾民处处。孙儿自会暂且放下儿女私情，将心思全放在国策民生上，更必亲往视察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也求祖母开恩，别让深宫再添冤魂，加孙儿之罪孽。好，那你就放下儿女私情，当好你的大汉皇帝。阴间不远，血污历历在目，切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陛下圣安。起来。陛下，皇后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测？还是……没事。皇后。她没事，皇后真的还安好。为什么人人都问皇后是否安好，却没有人问朕的感受？为何连你也这样？陛下龙体安康，英明睿智，相信陛下万事都会处理妥当。朕的确是四肢矫健，会动能矫，可是，子夫。难道连你也感受不到朕的心情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奴婢儿时用以祈愿的竹筒灯。皇后受伤卧床，子夫不得见，所以就做了这个灯，祈求皇后身体安康。既然你这么关心皇后，朕就告诉你，皇后有太医令和御医们照应，已经没事了，相信很快就能醒来。那奴婢就放心了。陛下，如果皇后醒来之时，陛下能够陪伴在身边，想必皇后定会心暖释怀。你是想朕现在就去交房殿吗？将心比心，谁不想在伤病危难之时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？奴婢只是不希望陛下背上无情无义，削减后宫的污名。无情无义，这4个字朕今天听够了。其他人说朕无可奈何，可你子夫不可以。朕备受责难，为的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更加清楚。朕来这里，本想图个清静，得些安慰。
是看来，这里也并非清净之地。禀陛下，皇后已经醒来了，想见陛下。陛下，奴婢这就去通知皇后见驾。陛下，皇后刚醒，难免语气不顺。陛下也一夜未眠，不如先行休息吧。有人告诉朕，皇后醒来，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，才能心暖释怀。是奴婢没拿稳，求皇后恕罪，请皇后恕罪。算了算了，快收拾干净，别弄伤皇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诺。陛下，臣妾还以为你不会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朕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永远都是朕的皇后。都是娇儿不好。娇儿，别这么说。这次一定连累你了吧？母亲有没有为难你？祖母有没有责骂你？我还是去跟祖母请罪，都是娇儿的错，一时逞强耍性子。哎，不，是朕冤枉了你。你为朕做糕点弄伤了，朕竟然不信你，还冤枉你。你如今受如此重创，仍替朕着想，是朕对不起娇儿。陛下别说对不起，臣妾为陛下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其实无论娇儿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夫君，怕失去了夫君的宠爱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陛下，可以永远都不离弃臣妾吗？我刚刚在梦中生生唤着夫君，可陛下不理我。我想抓紧你，你却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远。臣妾恳求陛下，不要把娇儿一个人扔在金屋里。我宁愿忍受千屈万辱，也不要陛下丢下我。我求求陛下。好，你放心，朕绝不会丢下娇儿。你记住，娇儿是朕的妻子，只要有朕在，就会好好的护着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娇儿不哭了，别难过了。你是朕的好皇后，陛下也是臣妾的好夫君。奴婢觉得，既贵为天子，当心系天下，体察民情。这次出宫，朕要好好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。这萱草就是这样，今早还开得正欢，到现在却耷拉着花骨朵了。朝开暮落，人说这让人忘忧，可是忘忧也是忘情，只怕这是缘尽情逝的意思吧。这寒兰竟然能在寒冬屹立开花不止，还能吐香，足证其坚毅不凡，不可多得。就像他，陛下，冬寒夜冷，要顾惜龙体啊。喝点酒，暖暖身吧。朕曾答应给他的住所种满兰花，这个承诺竟然还没有实现。
陛下微服暗访，兴利储币都快1年了。等冬末粮荒稍缓，或可考虑先回京城。京畿不可长久无主。余下的调动，臣愿请命替陛下分忧，请陛下准奏。好，朕就命你南下调停。臣领旨，必不负皇恩。吓到你了吧？你也是来拜祭瑞姬的。今日是瑞姬的生祭，不想她寂寞，我过来陪陪她。1年多都没到这里来了，想不到竟一尘不染。姐姐刚才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我也曾经照顾过瑞姬，知道她爱美。所以带了些绫罗，准备帮他布置一下生前住过的地方。可惜物犹在，人已废。瑞姬曾教导我说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的。瑞姬也曾这样教过我，新宠何其多，旧人除了无止境的等待，还能怎么样？谁叫皇帝无情啊？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拜祭瑞姬了。为什么？下月15就是出宫典，有意出宫者，均可上报。由皇上选择定夺。可以上报出宫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不会常有的。或因天灾战祸，汉宫要克己简朴以酬天；或因嫔妃宫女侍奉久了，宫里要弃旧迎新，才会让我们自己上报出宫。与其长居深宫，盼不来皇上，倒不如趁现在还年轻，出宫和亲人团聚，这样的话还能重获新生。我先走了。什么？出宫？你疯了不成？你叫我们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？卫青，你赶快去劝劝你姐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已经向少府报了名字。是因为皇上回来几天了，还没来看你吗？哎呀，你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？说不定那个什么赵姬，逢人就劝说让人家出宫，好让自己得到专宠啊！你相信他？不信啊！就算他曾经照顾过瑞姬，也必不跟他请后。瑞姬不爱酒，偏爱甘草汤。瑞姬不喜欢艳色绫罗，他根本无心忌瑞姬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那你明知道这样，还是决定要出宫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必须要走。皇上刚回来，想我走的人已经出手了。我这次不走，还会有下次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后宫就天翻地覆。我若不走，只会平添皇上的烦恼。子夫，你就是为了不让皇上心烦？我一无家室可助皇上，二无寸功可扬圣德，留在宫里只会引来一片酸风度雨，徒添皇上的烦恼。那么如今，我除了离开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我真是看不过眼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是为了皇上，而他回来都没来见过你，真是无情啊！
或许皇上不是无情，只是忘情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能安心的做个了断。可怜我千辛万苦要进宫来，你却要走了，那我们嘉儿，子夫走，我也走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跟公主说，让她安排你出宫的。哎呀，怎么来来回回一场空啊！哎呀，你不要只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？姐姐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不遗憾，不留恋。没有遗憾，只想再见皇上一面，哪怕只远远的看上一眼，也都好。你若真的再想见他一面呢，也只有出宫了。届时皇上会亲临出宫典。哼，世事就是这样，要留就不能见，想见呢就不能留。留不能见，见不能留。陛下，出宫典明日午时举行，宫人名单在此，请陛下过目定夺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段仆夜快马来报，在长阳5日，梁灾已经得到缓解，请陛下放心。接下来会继续南行，再回长安。你去处理吧，朕就不看了。诺。等朕批完这些奏折之后，今晚就去掖庭吧。臣这就替陛下去安排。皇后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啊，起来吧。臣妾知道陛下回宫后通宵达旦批阅堆积下来的奏折，所以臣妾亲自备了饭菜，让陛下可以稍事休息。陛下你累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龙体违和啊。臣妾伺候完陛下用膳后，陛下再忙国事吧。臣妾定不会出声打扰，只盼能陪在陛下身边。好。你还笑？人家就要骨肉分离了。哎呀，能分几天呢？子夫都走了，你还怕公主不让你出宫啊？哎，子夫，这个呢，是在集市上买来的，物虽轻，但情意重，你要挂在身上，记在心里啊。哼，谁要想着你呀？脸皮真厚。易叔叔，谢谢你。我们走了。娟儿，母亲。原来冥冥之中，朕与你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，而如今上苍既然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这个决定没有错。子夫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，即使前面有艰难阻力，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。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。怎么只有皇后一个人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无法抽身，这出宫典礼就由本皇后主持。
掖庭宫人恪守其责，克勤于邦，遵礼守制，敏惠柔明。今特予赐赏，以慰其劳，犒其功。皇上皇后恩泽后宫，令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，自其阴驾，天自降福。诸位，皇上驾到！陛下晚安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出宫典礼已毕，陛下劳累，不是说好臣妾代劳就行吗？这些出宫的嫔妃侍女，或服侍过朕，或曾为朕办过事。今日出宫，朕也该亲临话别。感谢诸位报效皇室，忠心事主。今日出宫归家，祝愿以后诸凡顺遂，自其阴驾，福泽长存。只要你和魏姬脚踏出宫门，本公主给你的赏金，足以令你下半生安枕无忧。子父，别难过了，出了宫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敢问陛下，召见奴婢有何吩咐？你为何要出宫？是受了威胁，还是被人为难？但愿听你一句，无可奈何。无人为迫，没被为难，更非无奈。是奴婢自愿走的。为何要走？
因为奴婢没有留下的理由。两情相悦不是理由，其遗偕老不是理由，难道名分位尊才是理由？荣华未享才是理由？还是日久情疏才是理由？执君之手，同入宫门；伴君之侧，共赏殿宇。奇怪名分未尊，皇宫衣风十足，日子无忧。岂言荣华未享？天子后宫妃妾百千，能得一朝宠幸，已属万幸。岂愿日久情疏？那你给朕一个走的理由。奴婢一无功名，二无家室，实在无法帮陛下建功立业。若贪恋至情，令陛下家无宁日，宏图难展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为了朕好。可你言下之意，是说朕得靠后宫姬妾之家世，才能稳妥的当个皇帝，是吗？陛下恕罪，奴婢本意并非如此。可你刚才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既然你这么为朕着想，这么一走不就如你所愿了吗？那你刚才哭什么？朕问你，你哭什么？奴婢为何而哭无关宏旨，只求陛下放奴婢出宫。你这么想出宫？好，你回答了朕，朕满意了，自然让你出宫。为什么回答不出来？是舍不得朕吗？抬头看朕。明明舍不得，却决意要走。走了，朕会心安吗？你当朕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孤身在外，不会对你怀猜？没想过玉环归在。陛下，若是你记着我的情谊，就不会为着自己无家室，怕给朕添麻烦，说走就走了。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实在不敢相信陛下思之念之，想归来相见的竟然是奴婢。为什么不敢相信？每晨更衣，朕便忆起上衣轩中的纤纤玉手，路上清风吹拂，便想到玉河船上的悠悠情思。夜里抬头看星，便惦记长安城里待朕守护之人。我刚才见你在出宫人队伍之中有多难受，我好想质问皇后，是否是她逼迫你离开？又猜想着，难道是朕回来之后，为了如山的奏折没有及时找你，你就失望要走？你可知道，朕心如刀割。陛下恕罪，你的确罪该万死，但是为了你的眼泪，朕可以免你死罪。只是你轻忽朕对你的宠爱，一定要重重受罚。
朕法力这辈子再也不许离开朕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即使说什么为朕好，朕也不允许。知不知道？奴婢知道。